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现在我们接着来讲这个新的远程的统帅，这个是伊丽莎白一世。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个关于领袖辅助统帅的影片的话，你们可以先去看那个影片，才来看这个影片。那现在官方他们好像是已经确定了，就是每一次推出远程统帅的时候，只会推出一位而已。自从上一次开始，可能他们是意识到，如果每一次都是推出2个远程统帅的话，就有一点太多太夸张了，所以他们现在才改动为每一次只是推出一位而已。伊丽莎白一世的定位就是工程通用跟技能，所以大概率应该是没有办法成为攻沙洛或者是加查马达最好的搭配。但其实在游戏之中有很多远程技能伤害的领袖统帅啦，所以搭配方面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一个技能完蛋了，他是单体统帅，怒气需求1000点，对目标造成一次远程直接伤害，伤害系数1500。若自身在目标部队的近战范围内，则伤害系数提升至2700。这个算是中规中矩啦。以目前单体统帅来说，使所率领部队下一次释放主动技能时造成的伤害提升15%。这样子他必须要做主将了。而且如果是重度依赖技能伤害的统帅的话，其实他这个技能伤害的天赋也是可以用到啦，再配合上他这边技能伤害提升。第二个技能，工程单位防御力提升40%，行军速度提升20%，仅率领工程单位时造成的远程技能伤害提升15%。这个是中规中矩啦。其实远程会比较需要用到攻击啊，尤其是现在水晶科技改版之后，多数都是提升防御跟生命啊，更让他们需要攻击的提升。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防御力提升40%，虽然看起来是很多，但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了。行军速度可以接受，技能伤害提升15%。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第三个技能，远程形态下每次造成远程之间伤害时，获得一层荣光效果，每层提升5%的怒气获取速度和5%的攻击力，又是叠层，持续5秒。该效果可以叠加5层，且每次叠加会刷新持续时间。每次释放国王之心技能时，额外获得一层荣光效果。这里我们先整理一下，首先国王之心就是他的主动技能，所以他这边说释放国王之心的时候，就是讲释放他的主动技能之后就会获得一层荣光的效果，也就是这个每层提升5%的怒气和5%的攻击力，持续5秒的时间。虽然它这边是可以叠层，而且叠层上去的话就会变成25%的攻击力跟25%的怒气获取速度，但是其实这边问题还是挺严重的这个可能你们不知道啦，这个等一下我后面会讲缺点的部分。第4个技能，造成远程直接伤害时有80%的概率触发以下效果。哇，它这个概率也太高了吧！若自身不在目标部队的近战范围内，也就是远程状态下，对目标部队造成远程额外伤害，伤害系数250，持续2秒，也就是500的伤害，并使自身额外增加15怒气，每秒最多触发3次，冷却时间3秒。若自身在目标部队近战范围内，就是讲你远程状态下，它可能进入到你那个圈圈了，对目标部队造成远程额外伤害，伤害系数500，持续2秒，也就是1000的伤害，并使其在接下来2秒内造成所有伤害降低30%，每秒最多触发3次，冷却时间3秒。它这样子设计也是很明显啦，就是因为对方都已经打到你旁边了，已经接近你的身边了，如果你的伤害再不提升高一点的话，你的部队就会很伤，所以它这边还有所有伤害降低30%。所以一个算是进攻的技能，另外一个是算是保命吧，也不算保命啊，就是让你不会死得这么惨而已。最后觉醒技能，它这个技能是增强前面所说的第3个技能，也是一样通过主动技能可以获得一层的荣光效果，但是它每层提升的怒气速度和攻击力从原本的5%变得7%，所以就变成说总数如果你叠到5层的话，就是35%的怒气获取速度提升，还有35%的攻击力提升，并且是持续5秒的时间。而且它这边额外再增加多一个提升，在拥有
3-5层荣光效果的时候，所率领部队切换远程近战状态所需要的时间缩短1-2-3秒，就可以更快的换成近战或者是远程部队了。它这个最后一个提升还蛮实用的，说实话。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技能动画，之前我也是有演示过给大家看啦，因为那时候是在线下聚会，所以看得并不是很清晰，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他释放自己的主动技能的时候，会挥出自己的权杖，有一个王冠跑出来，就大概这样子而已。而且之前我也是有猜错过，因为他这个皇冠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圆形范围的，所以我就推测他可能是单体统帅，并不是 AoE 统帅，这点也是被我猜中了。先说优点，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他多数的技能没有什么优点，只能说他的一些提升算是挺高的吧。如果是讲防御力提升到40%，这个算是很多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觉醒技能，如果真的可以堆叠上去的话，他这个怒气恢复速度跟攻击力是真的很高的。因为当你的怒气获取的速度提升的更快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主动技能释放的次数会更多，然后你这个叠层的可能性、叠层的速度也会比较高，更容易让你的攻击力堆叠到35%。更别说如果你堆叠上去的话，你再拆掉你的远程或者是变成远程的时候，那个速度会更加快。而且它还可以额外获得怒气，虽然它那个怒气获取的数目有一点低啊，只有15而已。那么现在再来说一下缺点，我个人的评价还是不如加查马达跟攻沙罗。而且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主动技能啊，也可以当做是他第3技能，他这边要叠层。你们知道用过远程的玩家只能跟你讲，这个叠层几乎是很难的。为什么？那刚好我最近有在打这温泉啊，然后我温泉呢就有携带了自己的远程统帅，我可以给你们看远程统帅的报告是非常长的，你们看到吗？然后你再比较起这种近战的统帅，他的报告最多就几个回合而已。当然也有可能讲这个近战统帅可能死的比较快啊，所以他报告就比较短。但重点是你可以看到我是连续性的去打我的敌人，就是讲我在中间我的怒气是有释放的，我的怒气是没有断掉的。相反的，远程统帅是很容易断怒气的，所以如果你要叠层上去的话有一点困难啊。那就算是你把你的远程放在很靠前的位置，有很多敌人在你的身边，但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远程统帅怒气就是比较容易断的事实。或许你可以像我这样子运气好的话可能打得比较长一点，但多数情况下你只会出现这样子的报告，就是打一个敌人，然后你的怒气就断掉了，碰一下子就断掉了这样子。甚至有很多时候你自己的主动技能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释放，你们可以注意看这边的报告就知道了。所以我是跟你们讲，你们不要看到他这边技能写的这么厉害，说它可以堆叠上去，但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堆叠的。就算你可以堆叠到5层，你的怒气一断掉，你就要重新去堆过。所以对我来讲，他这个觉醒技能呢，就算是有提升有增加啦，但它的效果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明显。当然他这边说造成远程直接伤害的时候啦，或许他可以通过他另外的搭配，像他的主将触发的时候，或者是他自己触发的时候可以堆叠上去，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但我的重点还是那句，你在实战的时候有很多几率都是会出现这样子的报告，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释放到你自己的主动技能。就算你可以打得比较长的报告，你能释放出去的技能次数也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像这种你看你只是打出1次而已，尽管那个报告其实是比起平时还要更长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那么总结来说，目前最强的远程依旧还是贡萨洛跟加查马达，如果你们要培养的话，还是以这2个统帅为优先。就算他们减半也是有1200的伤害，然后加查马达都有1250，虽然是没有比起新的统帅更多了，但问题是他们的实用性没有像他这么复杂，又要堆叠一大堆有的没的，并且他们是重击伤害啊，有很多提升都是在普攻啊，或者是所有伤害上方面。就算你是打普攻，你的输出也会比起其他的技能伤害型的远程统帅还来得更高。而且他们这边的提升都是很固定的，就跟你说我会提升攻击力20%，而不是像他这样子你还要去叠层才会拥有比较高的攻击力。像我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远程统帅是非常依赖攻击的，尤其现在这个版本你更加难去获得攻击的提升。当然的，可能那个新的远程统帅它搭配其他的远程技能伤害统帅，
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啦，这个我们需要等实战的时候测试才知道效果怎么样。尤其是搭配阿方索，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还可以造成额外的直接伤害，更容易去触发到伊丽莎白一世的觉醒技能，就是那个叠层的问题啦。所以如果拿来搭配阿方索，可能出来效果会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这个不确定，因为它这个也是有概率的。那另外一个伊丽莎白一世可能会比较强的场景呢，就是远程在互相对射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 KVK 我们的敌人不只是有近战的统帅，也有一些可能是远程的统帅，或者是刚好你打的那个近战统帅他一直在你的攻击范围里面一直徘徊，你可以持续去攻击他的话，那么伊丽莎白一世或许表现是不错的，但是他的前提还是不要给他的怒气断掉，尽量维持着，然后也可以搭配老虎使用，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的，因为他拿到的怒气会比较多，恢复自己的主动技能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可以让伊丽莎白更快的打出自己的技能堆叠上去，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以上就是关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技能介绍，这里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